这是一个执着的梦想，不日铿锵，来日方长。这是一个忠诚的信仰，昂首向前，期待远方。为了真理，为幸福奋斗，哪怕再大的风，再高的浪，从不会迷茫，从不彷徨。世界的明天充满阳光，我迎着风坚定信念，感受光芒。我看到如此真实，如此美好的未来。我迎着风坚定信念，拼尽力量。我知道美好愿望不会辜负了时光。我迎着风坚定信念，感受光芒。我看到如此真实，如此美好的未来。我迎着风坚定信念，拼尽力量。我知道美好愿望不会辜负了时光。1843年10月，马克思和燕妮度完蜜月后迁居巴黎，与卢格一起创办了德法年鉴。卡尔，还不睡吗？你已经在这里坐一整天了。我简直太兴奋了！德法年鉴的每一篇投稿，都散发着自由和解放的气息。特别是这一篇《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》，很有启发。我得继续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了。还能启发你？作者是谁？作者恩格斯还有点与众不同。据说他是个工厂主的儿子，却愿意为工人说话，观点跟我也很像。啊，我真好奇，恩格斯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太太，一个便是，谢谢。哼，擦得这么不干净，还敢要钱？太太，您就行行好吧，妈妈没钱看病，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。小姑娘，能帮我擦擦鞋吗？先生，一个便是，您会给钱吧？当然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先生，我叫贝蒂。美丽的名字。哎，小贝蒂，你的脸和耳朵怎么了？我在工厂里做工，从早上5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。有一天我太累就睡着了，工厂主惩罚我，就用火钳烫我的脸，还把我的耳朵钉在柜台上，很疼，钻心的疼。我挣扎，耳朵就成这样了。先生，请把另一只脚放上来。啊，不用了，小贝蒂，你已经擦完了，擦得可真干净。喏，这是给你的。5个便是，这太多了，先生，我只要1个便是。孩子，拿着吧，去给妈妈看病。真的吗？
我终于有钱给妈妈买药买面包了！嗨，等等！小贝蒂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嗯，好啊，谢谢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没事吧？妈妈，你还好吗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我遇到好人了，我们不但有钱买面包，还有钱给你买药。奴隶和工厂工人的唯一区别是，奴隶被一次性卖掉，工人则一天一天的出卖自己。人创造了宗教，而不是宗教创造人。人就是人的世界，就是国家、社会。马克思，你是对的。我和马克思的观点竟然如此契合，我一定要再去见见他。一旦暴风发作，这样一个尖顶就很容易把天上最现代的闪电导引到你们浪漫的头里。请您帮帮我！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光明和未来。明明是我们给的钱，他却一直在感谢上帝。别和乞丐计较这个，这些可怜人在现实里面没有活路，只能向上帝寻求慰藉。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。卡尔，你比我更像个诗人。你说，怎么才能让人民远离宗教这种鸦片呢？废除给人民带来虚幻幸福的宗教，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。现实的幸福。我们要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，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，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。一句话，唤醒穷人。穷人哪有什么力量，能够翻起多大的浪花？卡尔，你应该像黑格尔一样，开创新的哲学流派，请，而不是浪费时间、浪费才华，在这里空谈穷人革命。卢格，我们不一样。我不想成为什么大师，我做的所有工作，都是为了帮助世界上占多数的那些穷人。你算了吧，穷人永远都是穷人，怎么帮都没用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消灭奴役制，消灭穷人贫穷的根源，实现人类的解放。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，它的心脏就是无产阶级。你的思想可越来越激进了，我来就是要告诉你，你的这些想法已经惹恼了普鲁士政府，他们没收了我们的德法年鉴，还给法国政府施压，不但要封禁杂志，还要驱逐我们自身都不保了。马克思先生，你还在这里想解放穷人，你还是先把自己解救了。我们不一样，真是不可理喻。您好，马克思先生，终于找到您了。您还记得我吗？看来您真是没记住我。我是弗里德里希·恩格斯。还记得我去年去莱茵报找过您吗？嗨，恩格斯先生您好，上次的事实在是抱歉，当时我正生着青年黑格尔派的气呢，你又说你是青年黑格尔派，正好撞到枪口上。原来如此。不过你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真让人印象深刻，完全没有青年黑格尔派的味道。真是后生可畏啊！我有事得先走了，你们好好聊，让思想的火花四处飞溅吧。诗人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一定是一次伟大的见面，你们一定能创造一个新时代。恩格斯，我很好奇，
你一个工厂主的儿子，不去好好挣钱，怎么去替工人和穷人说话？卡尔，我也很好奇，你一个律师的儿子，不去替富人打官司，怎么研究起哲学来了啊？或许我生来叛逆，人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应该追求属于千百万人的幸福，而不是可怜的、有限的、自私的乐趣。卡尔，其实我还没太想明白，看到工人们所受的苦难，看到他们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，就让我觉得他们发着光。这种光射进心里，让我仿佛看到了光明的未来。总有一种力量，让我去同情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支持他们。其实，工人本身就是一种力量，他们发出来的就是人类崇高的精神之光。一旦他们在获得了哲学这把精神武器，将会照亮全世界，解放全人类。对，你看，这是我正在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。这一年，我几乎走遍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和贫民窟。我看到工人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童工现象非常普遍，工人的生活非常贫困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，而不劳而获的工厂主生活却是另外一番状况。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，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。劳动生产了宫殿，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。劳动生产了美，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。劳动生产了智慧，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。这种劳动是异化的。精辟！异化劳动，异化劳动让工人们喘不过气来，已经开始反抗了。前不久，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们发出了反对私有制的呼声，痛斥资本家的残酷剥削。工人们捣毁工厂主的住宅和机器，焚烧了票据、账簿和仓库，拿着简陋的武器和政府军展开了搏斗，表现得十分顽强和勇敢。太棒了，恩格斯！这里面都是我接触不到的一手素材。你的《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》和这部书稿，让我觉得我应该更多的关注政治经济学了。我也在看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，光笔记就记了好几本了。其实，素材终究是素材。你对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的哲学思考，让这些素材鲜活起来，有了真正的灵魂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你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考察经历要跟你分享分享。啊，是吗？快说说。两位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该打烊了。哎呀，都10点了，走，去我家接着聊。走。卡尔，你的逻辑清晰利落，你的房间怎么乱七八糟呢？嘿嘿嘿，哎，别管他，我们接着聊工人们的状况。觉醒的工人反抗剥削、追求平等的这些行动，被人称作工人共产主义，也有人把它叫做社会主义。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，远一点的像圣西门、傅里叶，近一点的像普鲁东，我很早就注意到了。最近，流亡到巴黎的德国革命者办了一份前进报，我正在给他们写一点这方面的东西。是得好好写写，以正视听。现在市面上的社会主义理论五花八门，鱼龙混杂，要么崇尚空谈反对行动，要么目光短浅，只提工资不讲政治。这些理论简直就是麻痹工人的毒药。恩格斯，我们不仅要用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正视听，而且要有现实的革命运动。卡尔，10天了，我们谈哲学，谈政治经济学，谈社会主义，但是我觉得很多问题最终还是要到哲学上找答案。对，哲学，哲学才是最根本的精神武器。我还记得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事，他因为仰望星空，掉进了脚下的土坑，看到这一幕的女奴嘲笑他：哲学连地上的坑都看不见，还看什么宇宙？亚里士多德为他辩护，学哲学的人
可能会掉进坑里，但不学哲学的人本来就在坑里，从来没有出来过，也从来不知道要出来。所以啊，不能让无产阶级永远在坑里。我们得用哲学为无产阶级打造批判的武器，为他们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观。当然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，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。但是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，也会变成物质力量。卡尔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一个都不能少。那我们就从批判鲍威尔那些人的唯心主义开始吧。鲍威尔那些人自命不凡，以为鼓吹一下自我意识，对德国那些庸俗的批判再进行批判，就能推动历史进步，搞得自己像神圣家族似的。我们写本书，好好的讽刺一下他们，书名就叫《神圣家族》。对，再加一个副标题，就叫“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”。恩格斯，你太懂我了。卡尔，跟你在一起交流思想，灵魂的愉悦程度超越了所有快乐。这10天，我过得就跟10秒一样。都说人有3条命：性命、生命和使命。父母给了我性命，思考给了我生命，而和你在一起，我找到了人生的使命。卡尔，再见，给我写信，我的朋友。再见。法国政府迫于普鲁士的压力，驱逐了马克思。1845年2月，马克思一家来到政治相对开明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。小姐，夫人让我带来的钱快花完了，交完房租，鸡蛋和牛奶都快买不起了。啊？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找谁？啊，你应该就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吧？我是马克思的朋友，弗里德里希·恩格斯。哦，您就是那个不一样的工厂主恩格斯先生啊！卡尔几乎天天提到您，终于见到您了，快进来。谢谢。恩格斯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卡尔，我想尽办法摆脱了我的工厂主老头和那些鬼商业，我现在终于自由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在信里跟我说总是为钱发愁，你看，神圣家族的稿费到了，钱不是问题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安心的打造全新的世界观了。走，我们到书房里去聊。你说对吗？你们不打算把稿费分一点给费尔巴哈？费尔巴哈不是给了你们不少启发吗？我们批判鲍威尔这些神圣家族的时候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还真是给了我们不少弹药呢。几个月前，我们还真是费尔巴哈的信徒，但现在我对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也不感冒了。费尔巴哈也不是彻底的唯物论者，他在自然领域看起来是唯物的，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却是唯心的。他不懂得历史是人活动的产物，人具有主观能动性，可以通过实践来改变历史。没错，看来社会历史领域也需要辩证法，辩证法和唯物论合二为一才是正确的。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，人的社会实践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。对，哲学家不能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我们要通过社会实践去改变世界。实践改变世界，实践改变世界。卡尔，你真是个天才！我看到了全新世界观的萌芽。恩格斯，我们一起让这个萌芽变成参天大树吧。看来费尔巴哈拿不到他那份稿费喽。一转眼，我来布鲁塞尔都半年了，劳拉也出生1个多月了，真高兴。恩格斯，我高兴的是，不用写信，没人审查，我们可以这样零距离说话。为了这零距离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租了离你最近的房子，不过审查还是有的。别回头，后面有尾巴。估计我们去伦敦见宪章派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事，又让他们紧张了。看来，我们计划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步子
还得再稳一点。革命行动的步子可以稳一点，但是理论研究的步子还得再快一点。最近，青年黑格尔派和各种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者又在蛊惑人心，把工人们的思想搞得更乱了。我们得彻底清算过去的哲学信仰，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划清界限，用全新的世界观重构德意志的意识形态。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、必然的、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，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。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，即由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，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。生产方式是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。卡尔，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，也是一个彻底的唯物历史观，把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避难所，也就是社会历史领域赶出去了。我们回去把这个全新的世界观写出来。我很抱歉，卡尔，那些出版商看不懂我们的全新世界观。没关系，恩格斯，通过写德意志意识形态，我们把全新的世界观由萌芽培育成了大树，我们在哲学上得以重生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至于书稿嘛，老鼠也许会喜欢，就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吧。两位先生，该吃饭了。走，好。病痛流离失所，失去了挚爱，也被世人不解和冷落。我不要在名利的光环下迷失自我，不忘初心，一往无前，点燃燎原之火，让信仰引领不安的心。这和马克思为民营团结起来革命，这和马克思没有谁能熄灭我的热情，这和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生无真心，这也和马克思。尽管此刻我不被理解，你不懂我热爱的一切。或许我们要就此告别，我期待重逢的那一天。马克思先生，你原来是个胆小鬼！我真受不了这些所谓的真正社会主义者。家里来了一个科隆的钟表匠，说有重要的事情找你。同盟请我们俩起草一份政治纲领呢。你们认罪吗？不懂抗税的叛国言论。